姐，你也太快了吧，太大声。他知道我们要开始录影的时候，就直接过来这边。大家好，我们是橘子树生活，我是医师，我是草草，我们的老大阿杰的那边哪里？他在摄影机的前面，现在是那个休息模式。阿杰摄影师要注意看画面有没有焦哦。那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离职这件事情。离职吗？怎么你要离职的吗？好像离职哦。大家会想要聊这个，是因为就是使人我最近刚离职。其实也不算最近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现在的身份就已经变为是自由接案者的身份，有任何影像制作啊，可以找我哦。顺机来推播一下。曹操，你对离职有什么想法？我离职只有一次。我本身的话，一次是打工，然后另外一次是有点算是政府合作案到期，所以那个其实我也不确定算不算离职哦。然后另外一个是公司倒了，对，没错，那个应该也不能算离职吧？对，那这样我好像也才，如果含打工也才2次哎。我想知道一件事情，是不是年轻人来说，离职其实不是什么大事？我个人其实是觉得离职不是一件大事，就是彼此规划不同了，那就离职啊，干嘛硬要待在那边？但是对于你们来说，离职会是很重要的事。对对对，就在我们这一辈来说，就会选择我在这间公司，我就会待一辈子。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更注重个人生涯规划这件事情。如果你得不到你想要的话，那你干嘛一直待在那间公司啊？我不用去承担那个我离职然后有可能找不到工作的风险。对对对。那我觉得跟年龄有关的。如果今天我已经是30几岁的话，我可能也会有这个状况啊。对，但我觉得现在的公司蛮多已经没办法待一辈子了，因为现在变数太大，能不能撑个5年都是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个好处是，我们有网络发达，我们看到更多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工作模式，所以我们会知道说，原来这样子也可以赚钱，原来还有这种工作方式。你刚刚有说你离职是走一次嘛？对对对。那你有觉得你离职的前后的感受有差别吗？离职前我其实是蛮挣扎的，离职前是还没有提说我要离开。对对对对。但离职后是松一口气，因为有太多担在心里面的东西，就一瞬间都放下来了。那你当时提离职的时候，老板有挽留吗？或者说什么吗？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是，我们很常在提离之前会自己想太多事情啊。对对对。像我去提离职的时候，我也想说，会不会有很多可能要解释，就是说不知很平淡就说啊，你要离职哦，好哦，对，手续要办好哦，对，就变得好像就是这样。但我觉得以老板的角度来说，尤其是人员流动率大的公司，这些事情他们看很习惯了。然后离职之后会有迷茫的时候，应该是看到大家都在忙，但只有我一个闲啊，我就觉得说会不会就这样闲下去？怎么只有我在混？对，会觉得好像怎么只有我在混。那既然讲到离职这件事情，我刚好有找到一个 D 卡文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它的标题叫做工作第一天就离职。有一个已经出社会多年的女子，她说她之前工作几乎都是服务业，这次想说来走走看一下行政相关的工作，但是呢她第一次上班就被放生了。然后她就觉得说，我今天也不是来1个礼拜，或是我已经工作熟悉了，怎么会老板就直接把我丢在那边自己面对所有事情？最后那个女生呢，她就思考了很久，然后最后选择第一天上班就离开。有这个想法，除了自己不适合外，他也有接到一些电话，内容包含说，客人告知公司举办抽奖活动已过多日多年，但还是没有拿到赠品。第2通也是没有拿到赠品，而且打了很多电话都问过，但也都没人要处理。然后那女生觉得，满头问号，发生什么事情？天啊，他就是被抓去，对耶，抓交替的概念。对啊，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但如果你今天是那个女生，你会怎么办？至少待1个礼拜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敢把我一个人丢在公司里面，代表其实没什么大不了，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确有这种可能。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客服比较容易发生，因为我之前有遇到有人就是客服做3天就不做，然后那个3天就不做的人，因为那时候那个公司他有生理假，然后他第3天就请生理假，然后第4天就直接说我不做了。然后那时候老板娘就有点火大，就想说为什么你就是用生理假去骗我一个假期？我当时其实有点不太理解这个做法，是有什么法规吗？不然为什么我要特别第3天请生理假？生理假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但是好像有天数限制吧。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蛮羡慕这种可以果断离职的人，因为像我可能也是比较偏向于踏出那一步都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比如说对自己不信的，觉得这样好像有点草莓族，就可能做几天就不做。但他们那种刚到职没几天就离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们也像是惯犯，现在可以一直不断的离职，惯犯，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有重新适应这个问题。果决吧，就是趁早啊！我这份工作真不行，那我赶快趁我还没熟悉这里的时候，我赶快离开。
没有重新适应的问题。感觉这类型的是蛮公私分明的啊有可能好羡慕这种人哦，我也好想要哦。你知道你有看上班不要看吗？就那个 YT 频道瓜吉瓜的吉那一个对你有看吗？很少。我会这样问是因为他们有发一个新的影片，就是在讲两个他们的员工离职了。蔡哥他们离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他们改成是合作方式，就不再是以往正职的那种雇佣方式，都有彼此有需要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合作。我觉得这是这几年越来越流行的合作方式，对吧？我个人其实比起雇佣方式，我更喜欢这种合作方式，大家都在同一条线上，大家如果彼此有需要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合作，这样也比较不会有就是我这样离职之后，我们之前的友谊啊、革命情谊就没有了。雇佣关系是会有更明确的上下属的感觉吗？对，现在这种合作模式是不是还蛮流行的？就是有一种共好的感觉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现在变化速度太快，所以公司养一个人的成本会更大啊。对，所以那还不如彼此大家都是合作的模式，就不会有谁养谁的问题，即使双方都会受益到啊。对于老板来说，他就可以减少养一个人的成本，然后对于员工来说，我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更多想做事情。你自己会比较喜欢合作模式吗？还是雇佣模式？因为我还没有体验过什么叫合作。那如果今天有机会让你做合作模式，你会想要吗？当然可以试试看啊。对啊，但前提是你要离职哦 ，OK 吗？因为两个的利弊不太一样，所以以我的观念上来说，我必须真的要权量很久，你会要考虑的事情也会比较多一点。对。好，那再来我们分享第二个文章，离职之后会告诉大家会去哪里吗？他的文章内容就是工作中可能来来去去。大家理论上都希望好聚好散嘛，但是如果没事好好的，也不会离职。会离职一定有某些的负面原因。那么，如果你已经找好了下一间公司，你会告诉你原公司的同事或老板吗？你接下来要去哪里？你会跟他们讲吗？我不算是真正离职过吧，撇除第一间超商的话，我觉得那个不算，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待很久，我跟大家都不熟。那会告诉大家吗？会吧。上司也会吗？上司也会哦，但那个因为是对我来说比较无压力，因为退伍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离职哦。对，因为我就是做到满，他如果开口问了，我就会告诉他说，我现在在什么地方要做什么事情。那如果是你现在这个公司呢？我也会告诉他，我现在过得很爽啊。我自己的话，应该也会倾向于是讲出来，因为我觉得如果之后有更多合作或者有需求，也还是可以继续合作下去，对吧？我比较倾向于是这种，所以我会倾向于是跟大家讲，而且外加这世代买一件事情其实蛮困难的啦，而且毕竟我们自己的影视圈其实也蛮小的，太容易会遇到了，圈子蛮小的，所以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很多消息流传的很快，对啊，而且不是很常发现就是我没有我要休息，结果下一间公司发现你的主管跟你一起来，然后就很尴尬。你怎么也在这？对啊，然后我刚刚有稍微看一下，这迪卡网友也留言蛮有趣的啦，有些人说什么抱歉，接家理工厂不需要这样哦。然后可是有一个看不太懂什么叫请大家吃下午茶配棒子？看不懂，而且还没有人回。但好像普遍蛮多人都是绝对不会讲，不然就是很熟的才会讲。那个高歌离席很浮夸。告诉大家我要脱离苦海了哦。我记得我好像有一阵子会宣扬这个观念，就是人类被设计出来，它就是不适合工作，因为人的心理好像其实不太适合接触太高压，或者说好像动物都是这样子，太高压的状态就很容易就生病。我记得有听过有人说，懒惰或发懒其实是脑袋给你的一个急救吗？但这我不确定了。那如果今天有一间公司，什么样的福利会让你想去？我讲一个，我之前在逛那个求职网，我看到我真的好想去。他们公司酒吧、夜店的工作吗？不是，我就想说，哇，好屌，有一种我上班也可以这么 chill 的感觉。但上班可以喝酒吗？我之前有一份工作，我们会偷带酒啊。我们有一个员工，他会把红酒装进保温瓶里面，他每天都是对外说这个是茶，但有时候他就会偷偷分我喝一点。所以既然是酒的福利会让你，那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说这间公司会把酒这个东西放在福利，那是不是其实说他的工作氛围是希望员工可以感到轻松的？的确有这种可能。对啊，我自己的话，如果公司的福利是可以远端工作，可以的话就是 work from home 呢。对，但可以不要 always， 因为我也蛮喜欢见到同事然后我也有找一个就是关于公司福利的文章，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搞不好我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
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内文，就是打说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待的公司或曾经待过的公司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福利吗？例如他就是遇到服务业有生日当天可以请假，而且还是有给薪的，就是给薪假，蛮爽的不错不错。又有人说居家办公，而且还可以提供就是所需要的物品，还有说除了周休2日、国定假日，他们每一年会再额外放1天假，然后还有一个是平日临时要去公务单位的话，也不用特别请假，反正事情有做完就好。看他应该是比较偏需要一直跑公家单位的工作，但这个福利也蛮特别的。他们说每一季都有一个 team building， 最近的公司好像越来越多这种福利了。真的要social好累啊。对啊，我其实也是偏这个，我其实也没有想要。还有一个很特别，他说每个月的电话费公司出。干，这很好吗？这个还不差吧？但那代表说他们是需要大量联络的。那不要对耶，对，的确是有可能的。对，因为我在想说为什么就是福利会有电话费这件事情，这个就很像业务我补助你油钱。对，我没有要。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棒的福利是，他说有个系统可以跟同事说感谢，然后每一季会有线上的挑战活动，就是他会根据你收到的感谢会给你一些点数，然后点数累积够了，你就可以换一些那种商品。他说那个商品从手机平板那些都有。我靠！其实我蛮喜欢这个福利，甚至说我刚刚不是找不出什么福利会吸引我进公司，就这个福利我会想进公司。而且我记得 D 卡好像有类似这种福利。我会这么喜欢这福利是因为大家工作真的都太忙，就会比较少跟别人说感谢对，外加就是一说谢谢或者是感谢也蛮奇怪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线上系统是蛮帮助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单纯就是说谢谢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什么实质回馈，他把谢谢这件事情转变为实质回馈，是一个很不能说前所未有，但还蛮稀少的概念。以感受来说，我觉得会感受蛮好，就会知道说自己做的一切不是白白做，然后也应该也是会可以让员工更有互助的精神。对，我觉得就比较不会是敌对就是我或者说我就做我自己的，谁鸟你这样。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公司文化也可以让大家比较不会想离职，因为大家就有什么困难一起做或者有什么想尝试，大家可以一起丢出来做。我觉得那样的氛围，对，我觉得这个氛围就很棒。对这个福利的话，我就会想去。nice。有一个福利是心理諮商，天啊，真的超级需要。你知道，我其实不太确定时间，但是你知道国军是有这样的一个单位我知道这个，对，我们叫心理卫生心卫中心，对，心理卫生中心，他们也就有一些像学校的辅导老师，你是可以去过去聊天的，这样子。真的会有人去吗？其实真的会有人去。这件事情好像是我其实不太确定，但我猜可能是在红案后。红案是什么？洪仲丘事件。对，而我刚好在那个时候前后录的，然后我妈超担心。但通常发生重大事件那段时间，通常是最安全。对，其实是最安全，没错。然后刚刚那个公司福利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我很久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们公司有一个很特别的福利，是清明扫墓会额外给你交通补助。因为好像他们有统计过说，公司有很多人都是从外地来的，那好贴心哦。对，返乡祭祖嘛，那我给你一点交通补助。对啊，这是我听到。就那个人搭高铁，然后买商务舱，不然直接买飞机好了。然后我的墓在美国。Oh my god！ 直接傻眼。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录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帮我们在底下留5颗星评价。然后这个影片呢也会上架到 YT 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再帮我们按喜欢以及订阅哦。那我们橘子树生活，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